闺女，你去祸害他啊！祸害谁？裴征，凭你的倾城之姿、闭月之貌，定能让那裴征家宅不宁，六处不安，生无可恋。爹，您冷静一下。那裴征出了名的人狠话不多，我这点姿色，怕是不够人家一刀砍的。闺女，你有祸国殃民的潜质啊！前阵子长公主赏花宴上，你什么都没做，就让周子谦和萧承义全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爹，我只是去吃了顿饭。吃了顿饭就把两个男人迷得神魂颠倒，你要是认真下来还得了？闺女，你听爹的计策，你只要去那裴征面前送秋波，抛个媚眼，周子谦和萧承义知道了，肯定要急眼。你想啊，周子谦是手握兵权的少年将军，萧承义是皇室宗亲的清贵小王爷，他俩要是跟摄政王干起来，为父左右逢源，驱虎吞狼。爹，您可真是个天才。那是自然。闺女，爹的后半生幸福可就全靠你了。我才不去呢。我苦命的夫人啊，你睁眼看看吧，闺女她不心疼我这个孤苦无依的老父亲呀。行了行了，我去还不行吗？小姐，老爷说了，今天您就得行动。摄政王下朝必经玄武大街，您去路上等着，假装晕倒往他怀里栽。假装晕倒？太老套了吧？你觉得摄政王会上这种当？人家沙场上杀过人，什么套路没见过？那也得试试啊！老爷说了，您要不去，他就自己躺大街上碰瓷去。我不活了！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得，还是我去吧。真好看啊！比画本里画的还俊俏。小姐，小心！什么人，胆敢在这里放肆？徐小姐，令尊今日在朝堂上刚闪了腰，你也想摔断腿？天杀的，他认得我，他知道我是徐万平的女儿，这下丢人丢到姥姥家了。竟然是你！你是打算在地上躺到天黑，还是只是来打头阵，等会儿你爹亲自上阵碰瓷？王爷误会了，臣女只是不小心崴了脚。崴了脚往马路中间倒，你是想被马踩还是被车碾？徐家的家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你这该死的裴征，就不能好好说人话吗？你说，你爹是不是让你来使美人计的？你可不要污蔑人！美人计没用，本王在边关什么没见过。回去告诉你爹，下次换个套路，别这么敷衍。用不用本王送你回家？不敢劳烦王爷，小女自己能走回去。你若这副尊容走回尚书府，令尊明日上朝，能在金銮殿上哭得震天响，诬陷本王当街行凶，恃强凌弱。我爹嘴才没有你这么毒。驾马车过来，送徐小姐回府。上车，本王亲自送你回去。哎呀呀！摄政王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王爷亲自送小女回府，令寒舍蓬荜生辉呀！王爷要不要进来喝杯茶？不必。那吃个便饭。府上新请了江南厨子，松鼠桂鱼最是一绝。不必了。那喝碗绿豆汤可好？解暑。徐大人，今日令千金在街上摔了一跤，本王只是顺路送回来，下次请管好令千金的脚，
别往马蹄底下伸。闺女，咋回事？他怎么叫你令千金？你们不是应该已经天雷勾动地火，干柴遇上烈火，情根深重了吗？爹，我求你了，以后别再出这种馊主意。怎么了？他对你没意思？他让我告诉你，下次换个套路，别这么敷衍。闺女，你就别骗我了。摄政王要不是对您有意思，干嘛亲自送你回来？他那是怕你讹他。可他还说下次换个套路，这分明就是给机会嘛。闺女，那摄政王肯定是对你有意思。爹，您这理解能力真是顶级。要不然你爹咋是2品大员？对了，今天是15，待会儿记得给你娘上香。夫人啊，女儿长大了，得选夫婿了。你在天有灵，可得帮为夫参谋参谋。爹，你在说什么呢？娘早就给我定下了婚约，玉佩为媒。果然是他。去，别打岔，什么玉佩为媒，都10几年了，对方死没死都不知道。那周子谦，少年将军，为夫担心他万一哪天出了意外，咱们闺女守寡，那萧承义成天吟诗作对，酸不溜兜的。闺女这么活泼可爱，嫁过去估计受不了。至于那裴征，算了，裴征就不用多说了。那天杀的裴征，我死也不会让闺女嫁给他的。什么鬼？裴征？裴征？什么裴征？月儿啊，你可要记住，为父是让你去报复裴征的，你可别真喜欢上那裴征。恩人啊，救命之恩不敢言谢，凭此玉佩做信物。若我儿未来有权有势，必来报答今日之恩。他日我若功成名就，必报此恩情。你可一定要来哦，记得带上糕点。15年终于找到你了，还有周子谦和萧承义那两货，竟然敢跟本王抢女人，也该整治整治了。末将参见王爷。本王问你，上月军中粮草入库多少担，出库多少，结余多少？末将记得，大约是12000收入库，出库8000。大约。你是经营主将，粮草是军中的命脉，你跟本王说大约？末将失职。听说你前几日在徐府门口站了1个时辰，你是不是看上人家徐小姐了？末将没有，末将只是路过。没有就好，滚回去。今日王爷是吃了炸药吗？为何这般大的火气，还特意提到了徐小姐？末将领命。就这也配做本王对手，简直不堪一击。小姐，有人邀我们去净月湖画舫，去了吧？本小姐从不喜欢出门应酬。可听说画舫那边升级了糕点套餐，还有那枣泥酥、翠玉糕、桂花藕粉、蟹壳黄。走，快给本小姐梳妆打扮，应酬不应酬不重要，本小姐就好他们那一口。徐姑娘，您的位置在顶层天字1号包间，请随我来。我订的只是普通雅席，是不是搞错了？没错没错，是一位贵人已经替您包圆了，您请好嘞。微月，你来了。我当是谁？原来是这个自以为是的小骚包。微月，这些都是我特意为你点的。枣泥酥、蟹壳黄。王叔。
王叔的包间在船头，视野开阔，不知怎的有雅兴屈尊来侄儿这里。本王觉得你这屋的风景更好些。微月，这是我重金寻来的前朝画圣真迹《春山秋水图》，特意拿来与你共赏。假的。画圣驾鹤西去已过100年，你这画上的落款墨迹都没干，用的还是城东翠竹斋上个月刚出的新纸。你这画难道是画圣昨夜诈尸给你画的？王叔，侄儿这……本王记得你自幼跟着宫廷绘画圣手学艺，怎么学了几年就学出这么个眼力劲儿？王叔太欺负人了！这裴征日常攻击性都这么强了，那我可要小心点了。让你见笑了。其实，本王平日里也不总是这般。糟糕，晕船了！糟糕，晕船了！不能吐在这里，不然爹爹又要被他笑话了。王爷，臣女有些不舒服，想去甲板上透透气。完了，这下要摔个狗吃屎，尚书府的脸丢尽了。实在难受便吐出来，无碍。本王让船立刻靠岸。不行，都还没吃完，不能浪费。还是这么贪吃。来人啊，全部打包。春桃，春桃，快过来扶我！靠岸。是，王爷。多谢王爷帮忙。无妨。去人药堂买最好的陈皮糖，连同糕点，一同送到尚书府。是。这真是那尊杀神吗？怎么跟传说中的不一样？敢抢我裴真哥哥，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去，玉秀宫告诉姨母，就说有人欺负我。贵妃娘娘口谕，听闻徐氏有女端庄雅丽，本宫想要看看，着徐氏女即刻进宫。徐微月，走吧。咱们与宫里人从无交集，贵妃娘娘突然召你做什么？偏偏还是老爷外出公干的时候，不知道，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我先进宫，你立刻去通知我爹。好。王爷，宫里贵妃传徐微月进宫。哟，这不是徐家小姐吗？郡主万安。想要俏，一身笑。不得不说，徐姑娘这半翘的段位真是高啊！臣女不知道郡主在说什么。听说你娘就是青楼里的烂货，你如今这般在男人堆里左右逢源，莫不是想女承母业？挂牌开张，瞧你这副下贱样，果然是有什么样的娘就有。你这个贱人，还敢打我！住手！微月，你怎可如此粗鄙蛮横？他打我，他先动的手，本郡主要治他的罪。你当众斗殴，像什么样子？你们怎么不问问我为何要打他？无论发生什么事，你是女子。女子又如何？他骂我娘，我就抽他。你怎的如此粗鄙？我本来就这副德行，你们现在看清也不迟。你够了，你赶紧给郡主赔个不是。他骂我娘，还要我赔不是？他说出的话，让众人评评理，谁能忍住不打他？反了天了！一个下等人还敢对郡主动手，不想活了吗？坏了，竟忘了这一茬。贵妃是昭嫔的姨母，打了昭嫔就是打了贵妃的脸，怎么就没控制住脾气？应该忍一忍，出宫后拖到小巷子里再揍他。
失策！来人，把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给我拿下！娘娘不可！娘娘息怒，徐姑娘是一时冲动，并非有意冒犯。他们看似求情，实则把所有的错都按在了我头上。求娘娘宽恕微月的年少无知，饶她这一回。是啊，娘娘，微月她只是一时糊涂。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子。够了，我不需要你们为我求情。够了，我不需要你们为我求情。你这下贱玩意儿，还敢在本宫面前放肆！贵妃娘娘，臣女不是下贱玩意儿，臣女是人，是昭平郡主先出言侮辱我娘在先，臣女才迫不得已动手。昭平是郡主，身份尊贵，而你无品无级，无论是在什么情形下，你都更应该遵从郡主。如果他也骂你娘呢？你好大的胆子，在本宫面前还敢如此放肆！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本宫按住他，狠狠的给他一个教训！臣女不服，贵妃娘娘不问青红皂白，就要包庇昭平郡主，难道不怕天下人耻笑？给本宫打，狠狠的打，打死了人，本宫负责！住手！裴哥哥，是他怎么来了？皇上驾到！参见陛下。平身，你们这是怎么回事？陛下，您要为臣妾做主啊！这徐微月目无尊卑，就跟他那死去的娘一个样。若不严惩，皇家颜面何存？贵妃，你可知道她徐微月的娘是什么身份？一个青楼出身的下贱玩意儿，又能有什么身份？贵妃慎言，贵妃可知徐大人的亡妻乃是陛下亲封的二品诰命夫人？不错，确有此事，是朕下旨亲封的二品诰命。徐爱卿，此次治河赈灾，你劳苦功高，说吧，想要什么赏赐？陛下，臣斗胆求陛下追封臣的亡妻沈氏为诰命夫人。荒唐！沈氏出身青楼，怎配封诰命？王御史所言极是，诰命乃朝廷殊荣，岂能授予风尘女子？臣妻虽出身风尘，却从未卖身。臣10年寒窗，是他10年血泪。寒冬腊月，他双手冻裂还在弹琵琶，酷暑3伏，他嗓子唱出血也不肯歇。臣妻赚钱，自己粗茶淡布，却给街坊孤寡老人送米送粮。城南的瘸腿老张，城西的瞎眼婆婆，还有那些无父无母的孤儿，谁又没吃过他的饭？谁又没穿过他缝的衣？一介女子之身，却有如此仁爱之心。陛下，这样的胸怀，这样的恩义，难道还比不过那些只会嚼舌根的门第？臣不要升官，不要金银，臣只想让她在九泉之下能堂堂正正被人叫一声夫人。你指追封礼部尚书徐万平亡妻沈氏为二品诰命夫人。臣谢陛下隆恩。福妹，你听见了吗？你是夫人了，堂堂正正的夫人了。可徐微月，她侮辱郡主，难道就没有错吗？本王可是亲耳听闻，昭平郡主当众一口一个贱人，辱骂圣上亲封的二品诰命，言辞污秽，不忍复述。这哪里是在骂人，这分明就是在质疑陛下的权威，蔑视天家的威严。徐姑娘身为子女，见有人公然侮辱朝廷诰命，情急之下打了狂徒，这分明是在维护圣上的尊严，何错之有？贵妃一党靠着安王，近年来越发跋扈，正好借此机会杀杀这股歪风邪气。陛下，昭平年幼无知。年幼无知？他今年19了。都是你这个姑母教导无方，回去闭门思过。昭平禁足3个月，抄《道德经100遍。徐微月，你很不错，有你娘当年的风范。摆驾回宫。这就完了？
我还获胜了。原本都还准备着贡献9族来着。玉儿，你没事吧？贵妃他们没有为难你吧？没事，事情都解决了。没事。可是小将军周子谦救的您，还是萧承义小王爷。为父以后可得好好感谢人家。别提他俩了，在贵妃面前怂的气儿都不敢出。我原本对他们寄予重望，谁想到外强中干，以后就不要跟他们来往了。对了，到底是谁救的你？裴征。裴征，那个天杀的裴征！快走快走！爹爹说的对，以后不要跟周子谦和萧承义往来了。但我不能亏，就把他们送的这些东西全都变卖了吧。掌柜的，这些我全都不要了，你来估算一下价格。姑娘，这些一共给您5000两，您看如何？多少？5000两？是，正是5000两。姑娘若是觉得少，我原本以为只能换1000两的，这下发大了。不少不少，就这个价。以后徐小姐拿来的东西，一律按市价的10倍收。王爷，真要按10倍？本王的话从不说第2遍。另外，徐小姐若是在这店里看上什么，全记在摄政王府账上。姑娘，摄政王的脑子是不是瓦特了？15年了，我不愿意再等，也该向全天下宣布。摄政王豪掷万金，只为博徐家千金一笑。何止啊！听说整个聚宝斋徐小姐随便搬，全是聘礼。今日新说一段冷面王爷撬千金，说的是画舫定情之后，画舫传闻宫中护短，如今又是真金白银，我的100年大计稳了。爹，你说咱们这样是不是有点丧良心？良心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又不能下酒。闺女，你做得很好，但还要继续，不光要践踏她的肉体，还要摧残她的灵魂，让她以后还敢在本官面前嚣张。你够了啊！你虽不要脸，但我还是有底线的，多余的钱不能要，得给人家还回去。把这个送去摄政王府，务必让他们收下。完了，小姐，咱们好像真解释不清了。快看，上书千金春闺传情，亲手绣锦囊赠与情郎。小姐，摄政王求见。都这种地步了，他又来干什么？火上浇油吗？不见不见，让我爹也不许见。还是闺女有手段，这摄政王都主动找上门来了。不过闺女说的也对，男人嘛，总要晾他一晾。老爷，1个时辰了，王爷还在等。老爷，2个时辰了，王爷还没走。徐大人，小裴啊，你想娶我闺女也不是不行，但你得听话，以后在朝堂上不准骂我，听见没有？是。王爷，徐大人，本王旧伤未愈，你竟下此毒手！天哪！徐大人不想嫁女，竟然当街殴打摄政王！王爷，药熬好了。疼。窗外的鸟太吵了，吵得本王头疼，伤口都裂了。徐大人，肩膀酸了。我堂堂礼部尚书，竟沦落到给人当牛做马，造孽呀！你说什么？我爹把摄政王拍倒了？对啊，实在是有些奇怪。
裴征不是身经百战吗？我爹那一手又有多大力量？摄政王现在躺在床上，老爷正在伺候呢。不行，我要亲自去看看。爹，王爷，我做了些点心。尚书大人，本王渴了，想喝后山竹叶尖上的露水泡的茶。王爷，您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别再折腾我爹了。本王受了这么重的伤，难道不该有人照顾？您那伤，太医都说了，旧疾复发，好好休养便是。想知道本王为什么来你徐府？陪本王去一个地方，就告诉你。我不去。那本王就躺下了。好，我去。王爷带我来这里做什么？这里是我母亲最喜欢的地方，她走后，我便很少来了。他跟我说这些干什么？难道我很像他母亲？他想在我这儿找到母爱？辉月，我赖在府上，不是为了折腾尚书大人，那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能日日见到你。天哪，这是谁家提亲？你看那领头的，不是摄政王殿下吗？谁呀？一大早的吵吵嚷嚷，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小婿裴征，见过岳父。好啊，好！你个天杀的裴征，你竟然耍我！岳父息怒，小婿也是为了表达诚意。拿着你的破烂聘礼滚远点！谁同意把女儿嫁给你了？滚！岳父大人，您先消消气，这门亲事您恐怕拒绝不了。我自己的女儿我拒不了。岳父大人，这是陛下亲赐的婚书。不可能，皇上怎么可能会赐婚？3天前，那不是老夫被你当着满朝文武大骂的那日吗？准确的说，应该是遇到令千金之后，小婿就去向皇上求了圣旨。虽然圣旨早就在手，但小婿并非强人所难之辈。这婚事终究还得微月心甘情愿，两情相悦才行。若是微月对我无意，便是逆了圣意，本王也断不会强求。废话，我闺女最听我的话，她不过是奉我的命令去玩弄一下你的感情，报复你罢了。我闺女冰清玉洁，她怎么可能看得上你这种人？爹，不用找了，我同意了。老爷呀！老爷晕过去了。闺女，爹是不是做了个噩梦？梦见那个姓裴的狗贼拿着圣旨上门抢亲了。岳父大人，您醒了。小婿已让府中一应候着，这就让他为您把脉。啊！你个天杀的！你还敢待在我家？我跟你拼了！爹，您冷静点，有话好好说。闺女，你糊涂啊！这男人心机深沉如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这是引狼入室，自寻死路啊！爹，王爷不是那样的人，他是真心的。圣旨先前就求娶的，这就说明他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这门婚事我死也不同意，你给我滚出去！好，
从今日起，你就待在自己院子里禁足，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踏出房门半步。我倒要看看他裴征怎么娶一个被关起来的新娘。岳父大人，圣旨已下，微月是我的未婚妻，从今日起，我会日日登门拜访，直到您同意为止。哼！摄政王殿下，知晓尚书大人昨日受了惊，特送来千年血参一只，东海夜明珠一双，天山雪莲一对，和田暖玉一箱，鹿茸一箱，为大人压惊。拿回去，告诉裴征，我徐万平虽然官不大，但还有几分文人风华，想用这些财物收买我，他打错了算盘。尚书大人，这都是王爷的一片心意。哼，心意？本官不需要他这些心意。看到了吗？他的心意狗都不要，全裁了！府里上下一人一块当抹布，套上板车，拉去街上卖白菜。龙驹配英雄，拉车配奸臣，正相配，全煮了。在府门口搭棚子，免费请街坊邻居品尝。夫人啊，我对不起你，闺女被狗贼骗走了，我连阻止都做不到，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老爷，摄政王又派人来了。按老规矩办，是吃的就分了，是用的就砸了，别来烦我。我现在心如止水，万物皆空，视金钱如粪土，视珍宝如草芥。可是王府的人说，知道您不喜欢那些金银俗物，所以这次送来的是前朝书法大家宋徽先生亲笔手书的《兰亭集序》孤本，还有画圣吴道子的87神仙卷真迹手稿。宋徽《兰亭集序》，吴道子的87神仙卷，这可是我做梦都想摸一摸的东西啊！老爷，要不我让人抬进来？不行！我徐万平是有原则的人，原则你懂吗？闺女都被他骗走了，我要是再收他的东西，我成什么了？我成卖闺女的了。可是老爷，您以前收东西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这些。闭嘴！拿去，给厨房生火。老爷，那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啊！我闺女都被骗走了，我还要她的字画干什么？我烧，我全烧！我烧完就去庙里出家。宋徽啊，吴道子啊，我对不起你们啊！裴征，你个狗贼，你等着，我跟你没完！王爷，咱们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要不然还是告诉他实情吧。你看我爹这几天肝火巨重，眼袋都快掉到下巴了，瘦了好大一块。没事，太医说了，徐大人体态偏丰，减肥正好，再瘦10斤，朝堂上跑起来更快。你，我说真的，他上次被御史追着骂，跑得气喘吁吁，我看了都替他累。行吧，那你说说，你那边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咱们还要瞒到什么时候？微月，我能求你一件事吗？什么事？你先说，我再决定答不答应。我想让你嫁给我。你这人好生奇怪，一会儿把我当成你母亲，一会儿让我嫁给你，我有点害怕。我从没有把你当成我母亲，那只是意外。那你说清楚，你到底图我什么？图我爹会拍马屁，图我能吃？微月，我是有苦衷的。现在朝堂风云难测，安王野心路人皆知，我位高权重，自然就成了他们的活靶子。我需要找一个人联姻，证明我没有野心，不会威胁皇权。所以你就找上了我们家。徐大人虽然靠拍马屁上位，但恰恰因为这样，
皇上不会觉得我有拉拢权臣的嫌疑。一个靠拍马屁上位的岳父，总比其他人要安全得多。你这话要是让我爹听见，他能哭3天3夜。所以你别告诉他。不行不行，假成亲这种事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嫁人？微月，你上次跟昭平郡主闹了那一出，贵妃和昭平不会轻易放过你们家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你若嫁给本王，哪怕是名义上的，他们多少会忌惮几分。你放心，只是假成亲，等风头过了，我会求皇上解除婚约，不会耽误你。你说话算数？算数。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有那么讨厌。爹爹还想在大周发光发热，还得依靠裴征。在华堂，在宫里，他2次帮我解围，这份恩情总得还。行，但咱们说好了，事情办完立刻解除婚约，谁反悔谁是狗。好，对不起了，微月，为了接近你，我也只能先用这种办法了。裴征也没说当王妃前还要学什么礼仪啊。小姐，我打听了，这张嬷嬷是贵妃当年的陪嫁，在宫里是出了名的手段严苛。看来贵妃他们开始行动了。宫中人不是咱们好对付的，按照礼法来说，他们这般行事，咱们确实也挑不出毛病。你去找裴征。皇家最重礼仪，未来王妃步履当如弱柳扶风，身形须似莲花映水。连这点敬礼都没有，如何侍奉王爷？重来！侍奉本王，本王是断手断脚了，还是说王府下人都死绝了，还需要王妃来亲自侍奉？王爷息怒，老奴是在教导未来王妃皇家礼仪，此乃规矩。规矩？本王倒想请教嬷嬷，是哪一条皇家规矩，教你可以将未来的摄政王妃折磨至此？老奴不敢，只是王妃至尊，仪态万不可有失，须得严加管教。皇家颜面，先皇遗命，礼者，所以正身也；失者，所以正礼也。规矩是用来修身养性，不是用来搓磨作贱的工具。你假借规矩之名行私刑之事，将本王的未婚妻伤成这样，这才是对皇家最大的蔑视。教导无方，以下犯上，拖出去，杖责20，扔回宫。王爷饶命啊！我带你去治伤。这是哪个天才的干的？爹知道了，是安王府那个老秦婆反了他了。裴征那小子呢？他不是说要护着你吗？怎么让你受这等委屈？不行，这宫里的规矩都是吃人的玩意儿。闺女，你别学了，爹得亲自出马，教你点真本事。什么真本事？闺女啊，这皇家礼仪是给下面人看的，到了主子跟前，靠的是爹这套官场生存之道。你只要学会了，保准你在宫里横着走。所谓见风使舵，就是贵人说天是方的，你就得盛赞，哎，这个方的多么有创意。所谓察言观色，就是进门先看主子脸色，再决定说话语调。最重要的是压箱底儿的绝活，话式夸人。夸人不能流于表面，要夸内涵，夸气质，夸到他自己都信了，那才叫本事。李嬷嬷，你来扮演贵妃，让微月练练手。老爷，老奴不行啊！什么不行？让你演你就演，坐那儿去。
闺女，上，拿出爹教你的本事。贵妃娘娘今日真是容光焕发，神采照人。臣女远远一瞧，还以为是9天玄女下凡了呢。便是那洛神见了您，恐怕也要自惭形秽。尤其是娘娘您这悲天悯人的心肠，那更是菩萨在世。大周有您，实乃国之幸，民之福啊！岳父大人，您是想让微月成为京城第一女谏官，还是第一女相声名家？你懂什么？兵不厌诈，这叫出奇制胜。我教我闺女，与你何干？李嬷嬷，送尚书大人回房休息。我有几句话想单独与微月说。什么人嘛，我还没说完呢。我教我闺女天经地义。是我的疏忽，我早该想到安王一派不会善罢甘休，却没想到他们会用这么卑劣的手段从你身上下手。安王？安王是先帝幼弟，素来与我正前不和。如今我在朝中摄政，他便视我为眼中钉。上次宫中之事，他的人吃了亏，自然要找补回来。今日这个张妈妈只是一个开始，你成为我的王妃，便不可避免的会成为他们的靶子。真正的风暴恐怕还在后面。这是我的司令，见此令如见我，可调动我麾下所有暗卫，无论何时何地，若遇危险，或者有任何你需要办的事，拿着它，他们会为你扫平一切障碍。这太贵重了。你的安危才是最贵重的，我不想再看到你受今日这般的委屈。我希望你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做你想做的徐微月，而不是被规矩束缚的摄政王妃。他们是想利用我爹来对付你，对吗？恐怕这正是他们的计划。我们好不容易布下的局，就这么被裴正打翻了。皇叔，他根本就是不把你我放在眼里。难道我们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徐微玉那个贱人风风光光的嫁进摄政王府吗？急什么？派那个嬷嬷去，本就不是为了真能把徐微月怎么样，那不过是颗探路的石子，用来看看裴征的底线，也看看那徐家妇女的成色。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再派人去，也只会被裴征挡回来。所以，我们为何要盯着徐微月不放？裴征固若金汤，徐微月又被他护得滴水不落，但他们的结合却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巨大的破绽。破绽？徐万平，那个只知道溜须拍的马屁精，他有什么用？用处大了。昭平，你要记住，最高明的构陷从来不是无中生有，而是顺水推舟。徐万平是什么人？满朝文武，谁不知他贪财好色、趋炎附势？他的名声早就烂透了。这样一个第一奸臣，即将成为摄政王的岳父，这本身就是天下最大的笑话，也是裴征洗不掉的污点。我们不需要捏造他杀人放火的罪名，那太假。我们只需要在他最擅长的领域里，轻轻推他一把。皇叔的意思是贪腐。他即将成为国丈，想巴结他的人能从尚书府排到城门口。我们只需放出风声，说他暗中接受贺礼，给官职明码标价，再安排几个人证现身说法。你说，以他徐万平的为人，这盆脏水泼上去，他躲得开吗？届时裴征是保他还是不保他？保就是与奸臣同流合污，不保就是薄情寡义。无论怎么选，他都是输。皇叔英明，我要让裴征后悔。要毁掉徐微月，就要先毁掉他最在乎的家人。我要让他眼睁睁看着他那个宝贝爹爹身败名裂，万人唾骂。各位看官，要说这京城最近最大的喜事，莫过于咱们的摄政王与徐尚书家千金的婚事了。可俗话说水涨船高，徐尚书即将成为国丈，这身价嘛也是今非昔比。听说最近礼部衙门的门槛都快被踏破了。先生，此话怎讲？莫不是有人想走徐大人的门路？
客官问到点子上了。就说那礼部主客清历司前一段刚空出来一个从六品主事的位置，你们猜，最后落到了谁头上？张侍郎家那个斗鸡走狗的侄儿，他送去尚书府的贺礼是一方古砚台，底下正好是3000两雪花银的盐票。岂有此理！简直是岂有此理！我徐万平是爱才，但我什么时候干过这等缺德的事儿？3000两就卖一个主事，他们也太小瞧我了，怎么也得……呸！我1文钱都没收。爹，您先别气，这明显是有人在背后栽赃陷害，您越生气，就越是着了他们的道。我能不气吗？现在外面都传疯了。御史台那帮疯狗肯定已经开始写弹劾我的折子了。启禀陛下，臣有本奏。近日京中流言四起，言礼部尚书徐万平倚仗与摄政王的姻亲关系，公然卖官鬻爵，败坏朝纲。臣手中已收到数十封弹劾奏折，皆言之凿凿，恳请陛下降旨彻查此事。我没有，王大人血口喷人！我徐万平对大周忠心耿耿，从未收过1文钱的贿赂，这是污蔑，是天大的污蔑！你们要相信我呀！我没有，真没有。王御史，本王只问一句，你所言的言之凿凿，证据何在？回王爷。此事已在京中传得沸沸扬扬，更有数10名官员联名上奏，岂能是空穴来风？本王还听说城南的说书先生昨日刚编撰出一段本王与徐小姐画舫私会一掷千金的段子。按照王御史的逻辑，是不是本王也该去大理寺自首，认一个奢靡无度的罪名？此乃坊间戏言，岂能与朝堂大事混为一谈？不懂。同样也是无实证、无证据，全凭一张嘴。王御史身为督察院总督御史，纠察百官，靠的便是这茶楼酒肆里的道听途说吗？若大周的法度如此儿戏，那还要这满朝文武，要这3法司何用？陛下，臣以为此事蹊跷，与其在此审问百口莫证的徐尚书，不如即刻下令彻查谣言从何而起，其背后目的究竟是针对徐大人，还是意图搅乱朝局，离间君臣？皇兄，摄政王所言极是，无凭无据，确实不该冤枉了徐尚书。不过关心则乱，摄政王即将与徐尚书结为翁婿，此刻为其立辩，乃是人之常情。只是这般维护，恐怕会引来非议，说王爷您有包庇之嫌。依臣弟愚见，为避嫌忌，彻查一事，还是交由大理寺与刑部主旨。王爷您便不要亲自插手了。此事交由3法司会诊，定要查个水落石出。退朝！退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王爷，徐大人名声在外，您今日这般力保，恐怕会引火烧身呐。如果本王连自己的人都护不住，还活在这世上做什么？完了完了，安王的杀千刀的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当初我就不该让裴征进门，现在更是引火烧身，老夫又何尝看不透？他们是想借着对付老夫来对付裴征，只是老夫现在又该怎么办？动我可以，动我父亲不行。看来我也要去施展一些手段了。春桃，去把我那几件新做的衣裳都拿出来。小姐，您这是要……听说了吗？徐尚书府上送礼的门槛都换成金的了。何止啊！我二舅的表哥的邻居说，一个7品主事的空缺，徐大人张口就要3000两白银，分出了3根手指头，不多不少，正好是3000两黄金。3000两，这个细节和前几日听到的版本惊人的一致。我家小姐问先生，这故事是从何处听来的？小姐有所不知，这可是城西德月楼的张爷亲口说的。他跟安王府的管家是拜把子兄弟，消息还能有假？果然是
小姐，我们找到了源头，要立刻告诉王爷吗？让他去抓人。不，我要让他们觉得我们全家都和我爹一样，是只知道着急上火的蠢货。摄政王深夜到访，连门都不敲，是想学梁上君子吗？这几日，你就是为了这个？你可知那些酒楼茶肆龙蛇混杂，一个出了事怎么办？王爷的暗卫不是跟得很紧吗？若真有危险，他们难道会袖手旁观？谣言看似散乱，实则所有精准的细节都指向同一个源头——城西德月楼。那里是安王府管家的外戚开的，安王才是这次风波的幕后主使。如今我们只是被动挨打，这样下去，他们必定还有后招。与其等着他们出招，不如我们主动递一把刀子过去。递刀子？没错。他们想给我爹安上贪财受贿的罪名，那我们就帮他们一把，设个局，让他们自以为得手，将所谓的罪证亲手送到我们府上来。到时候人赃并获，我们再来个瓮中捉鳖。安王为人谨慎，他不会亲自出面。这是他门下几个关键幕僚与死尸的落脚点，所以，王爷，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京城，人人都说徐万平贪赃枉法，即将倒台，而他那个女儿依旧不知死活，每日纵情喜乐，京城百姓都在背后骂她是败家女，蠢货妇女不堪一击。徐万平那个老滑头一辈子只会溜须拍马，真到了要命的时候，连自保的本事都没有。王爷，属下听说那裴征对徐微月似乎格外上心。上心？他裴征在边关杀了10几年人，什么女人没见过，会栽在一个黄毛丫头手里？不过是借徐家引人耳目罢了。舆论的火已经烧起来了，现在是时候添一把干柴，让这火烧成燎原之势。告诉底下的人可以动手。是王爷，属下已经找好了人，是徐万平的远房表亲，对尚书府地形了如指掌。办得干净些，事成之后该灭口就灭口。属下明白。这里面是1000两黄金和一本尚书大人亲笔记录的卖官账本。今夜子时，将它埋进尚书府后花园的斩山底下。事成之后，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大人放心，尚书府哪个墙角有狗洞，哪个地方的砖石松了，我比谁都清楚，保证万无一失。记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否则……是，小的明白，小的明白。表叔啊，表叔，别怪我心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子时还有2个时辰，来得及。表叔深夜到访，在我家花园里，是想埋什么宝贝吗？王妃饶命！王爷饶命啊！不是小人要害尚书大人，是安王，都是安王爷逼我这么做的。小人上有老下有小，实在是被逼无奈呀！好你个徐贵，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老子当年看你可怜，让你在府里当差，你倒好，反过来咬老子一口！表叔，我也是被逼的，安王他被逼的就往老子头上扣屎盆子！你知不知道通敌叛国是什么罪？诛九族！老子要是倒了，你以为你能跑得掉？你也是徐家人！徐万平虽然爱贪点小便宜，
但卖官用爵这种掉脑袋的事儿，我连想都不敢想。你倒好，帮着外人往死里整我，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对得起我当年给你那碗饭吗？既然他们想唱一出人赃并获的好戏，我们若是不好好配合，岂不是太不给安王面子了？这么多金子，安王可真下本钱啊！爹，正经点儿。好了，让他们挖出这宝贝，看他们脸往哪儿搁。抬出去，原样埋回坑里，别让他们看出破绽。李大人，你这是何意？我乃朝廷二品大员，你竟敢擅闯我的府邸，还有没有王法啦？哼，徐大人，少在本官面前摆官威，奉旨前来接到举报，你府上藏有卖官鬻爵的罪证，来人，给我搜！完了！我要去陛下面前告你，你这是栽赃陷害！徐大人，您还是先管好自己吧。等罪证挖出来，您就等着去大理寺喝茶了。大人，找到了，假山下面有挖掘过的痕迹，土是新的。徐大人，请吧，让本官看看你的后花园里究竟埋着什么宝贝。徐大人，现在你还有何话可说？人证物证俱在，你卖官鬻爵的罪名，怕是洗不清了。且慢！王爷，臣乃奉旨办案，证据确凿。您这是？本王知道。既然要查，便当着本王的面打开，也让大家看看徐大人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开箱！这怎么可能？明明是李大人，你不是说有我卖官的罪证吗？罪证呢？石头就是罪证。你是不是想说本官连石头都卖？李大人，这是徐贵的亲笔供状，他亲口承认是安王指使他埋下假证据陷害徐大人。你拿着鸡毛当令箭，带着人抄二品大员的家，是不是也该给本王一个交代？王爷，臣也是按规矩办事。按规矩，搜完了，现在该轮到本王去安王府问问安王爷，这出戏唱的是否尽兴了。摄政王这是何意？一大早便带这么多人来，莫不是我府上出了江洋大盗，劳烦摄政王亲自捉拿？安王兄的好手段，指使旁人栽赃嫁祸朝廷二品大员，事败之后还想在这里安稳品茶，岂有此理！简直岂有此理！本王平日只是抱怨徐婉平阿谀奉承，你们这群狗奴才竟敢自作主张，做出如此无法无天之事！来人，将这几个擅作主张的刁奴给本王拿下！王爷饶命！奴才只是想为王爷分忧，这才昏了头。一切都是奴才自作主张，与王爷无关啊！皇帝，是为兄御下不严，险些酿成大错。这些人，我即刻交由大理寺任凭处置，绝不姑息。到底是不是你说了不算？还得请皇上做主。安王指使旁人栽赃嫁祸朝廷二品大员，是本王手下的奴才自作主张。这些人我也交至大理寺。安王萧承嗣治家不严，纵容下属构陷朝臣，罚封1年，闭门思过3月。此事到此为止，任何人不得在意。臣遵旨，谢主隆恩。宫里的旨意下来了，罚封1年，闭门思过。是我没能。我早猜到了，对他而言，罚掉1年俸禄根本算不得什么。他连皮毛都未伤到。
微玉，这不怪你，在那种情况下，这是最好的结果了。他断尾求生，我们虽然赢了这一局，却也彻底打草惊蛇了。他下一次出手一定会更狠，也更隐蔽，但我也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不吃，拿走！官场险恶，人心不古。安王明明陷害我，结果却只是落得一个拔凤的结果。我堂堂2品大员，就这么忍气吞声？我不吃！老爷，您好歹……我说了不吃，拿走，别来烦我！我爹这是要把自己饿成仙儿啊！小姐，您去劝劝老爷吧，他都1天没吃东西了。不去，他现在气头上，谁去谁挨骂。等他自己饿得受不了，自然就出来了。放心，他舍不得死。走了，别在这杵着了。小姐，是摄政王来了。他怎么来了？裴征，拜见岳父大人。谁是你岳父？别乱叫，我还没同意呢。听闻岳父大人受了惊吓，小婿心中不安，容小婿为您压惊。谁要你压惊？我好得很，用不着你假惺惺。哎，你这是我家，我没让你进来，出去！岳父这书房倒是雅致。你别乱翻，那是我珍藏。小婿知道岳父爱收藏，特意寻了这方端砚。哼，我什么好东西没见过，一个破砚台就想收买我？武夷山母树大红袍，皇上赏了小婿一柄，便想着岳父好这个。本官本不收礼，但看你实在心诚，就破例收了吧。岳父，请用茶。岳父大人在朝中多年，人缘极佳，下官们无不敬佩。小婿为人处事素来直接，难免得罪人，不知岳父大人可否指点一二，教教小婿如何在朝堂上与同僚们打成一片。这个嘛，小裴啊，你问对人了。你为人太刚正，不懂变通。这官场讲究的是一个圆滑2字。来，爹，我教你几招，怎么在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情给办了。比如这第一招叫笑里藏刀，不管心里多恨对方，脸上都要笑眯眯的，先捧他几句，等他飘飘然了，再不经意的戳他一下。记住了，刀不能太锋利，要钝一点，让他疼又说不出口。钝刀割肉。对，就是这个意思，孺子可教。那第2招呢？第2招叫借力打力。有人找你麻烦，你别急着跟他硬碰，把他推到更大的刺头面前去，让他们狗咬狗，你在旁边看戏，顺便还能落个调解的好名声。岳父高见。那当然，你岳父我混了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点心得。唉，不是我说你。你要是早来请教我，也不至于得罪那么多人。岳父教训的是，以后小婿有不懂的，一定常来请教。行，以后没事就来。我爹这是被1碗茶就给收买了。小姐，老爷好像挺高兴的。他高兴的是有人听他吹牛。废物，全都是废物！裴征，徐为玉。王爷，昭平郡主求见。让他进来。皇叔，到底是怎么回事？徐家安然无恙，而我却要在冷宫里禁足到死。本王知道，是本王小看了裴征，更小看了徐家那个丫头。没想到一个只知吃喝玩乐的草包，竟还有几分小聪明。聪明又如何？只要他爹还是那个奸臣，他就永远别想安稳。皇叔，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经历过这次失败，
他们必然会加倍警惕。寻常的罪名已经很难再搬到徐万平。对付这种人，要么不动，一动就必须是雷霆万钧，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比如说，通敌卖国。通敌卖国？可证据呢？没有铁证，我们岂不是重蹈覆辙？证据是可以创造的。去城南的墨池巷，把莫翁给本王请过来。记住，要快，要隐秘，不得让任何人察觉。莫翁是何人？一个早已死了20年的人，也是这天下间唯一一个能模仿任何人笔迹，达到以假乱真地步的伪造大师。我要你仿造他的笔迹，写一封足以让他万劫不复的信。诸位爱卿，今日是朕的寿辰，普天同庆。朕还有一桩喜事要与众臣分享。摄政王为我大周鞠躬尽瘁，如今已结婚龄，朕心甚慰。礼部尚书徐万平之女徐微月端庄淑慧，与摄政王堪称天作之合。朕决定亲自为2人主婚。来人，悬赏！东海明珠10寿，南海珊瑚1对，和田梅玉100双，蜀锦苏绣1000匹。不，我还没答应啊！怎么就亲自主婚了？裴正那厮配得上我女儿吗？徐大人，恭喜恭喜，这可是天大的荣宠啊！是啊，摄政王高权重，您这是攀上高枝了。那是我闺女，我养了18年的闺女，不能这么不明不白。谢陛下隆恩，臣定不负陛下厚望。贺喜徐大人，恭喜徐大人，您可真是教出了个好女儿啊！不行，我要去找皇上说清楚这门亲事。怎么了？安王，不对劲。陛下，臣有紧急要事启奏。何事？此事关系我大周江山社稷，臣万死不敢隐瞒。臣要弹劾礼部尚书徐万平通敌叛国。今日是朕的寿宴，你有何要事，竟如此不分场合？正因是陛下万寿，国朝同庆，臣才更不敢让宵小之辈玷污了这盛世太平。臣斗胆，今日便要在这金殿之上揭发一桩通敌卖国、意图谋逆的滔天大罪。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陛下，请看此物，这是臣的人在边境线上从一名北狄信使身上截获的密信。荒唐，简直是荒唐！徐万平，臣在，你自己看。不是我，这不是我写的，陛下明察，臣冤枉啊！劳烦公公去取一份徐尚书昨日刚呈的奏本来。裴征，这便是你千挑万选的好岳父，个通敌卖国、包藏祸心的无耻奸贼。面对如此国贼，你又当如何自处？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证据确凿，笔迹私印无一不符。这回徐尚书怕是插翅难飞了。摄政王殿下英明一世，怎会看上奸臣之女？这下怕是要被牵连了。陛下，此事疑点重重。徐尚书昨日才得陛下赐婚荣耀，今日便行此叛逆之举，于情于理皆说不通。臣以为这极有可能是蓄意栽赃，请陛下明鉴。国贼当前，王爷不思避嫌，反而一味袒护，莫非是徐氏女的缘故，便要罔顾国家安危吗？还请王爷以江山社稷为重。安王殿下所言极是，徐万平通敌铁证如山，若不严惩，何以正朝纲？请陛下降旨，将罪臣徐万平立刻收押，严加审讯。请陛下降旨。来人，将礼部尚书徐万平打入天牢，听候审讯。陛下，陛下，我爹爹是被冤枉的，求陛下明察。陛下，家父为官数10年，虽有小过，却从未敢越雷池半步。他胆小如鼠，
连得罪了摄政王都会吓得夜不能寐。您觉得他会有胆量通敌叛国诛九族吗？安王殿下口口声声说铁证如山，敢问这封信是从何处截获的？截获之时有何人见证？为何不先呈送兵部核实，而是直接拿到寿宴上当众发难？质疑本王。臣女只是在陈述疑点，若真是通敌密信，为何不加密送递，反而让人轻易截获？若真是爹爹所为，他怎会用自己的笔记、自己的私印留下如此明显的把柄？这不合常理。陛下，民女不敢求陛下立刻赦免家父，只求陛下给一个查明真相的机会。3日，只需3日，民女与摄政王定能查清此案。若查不出，民女愿与父亲同罪，以死谢罪。女儿，不行，你别犯傻！臣也以摄政王之位担保，徐万平绝无叛国之心。若3日之内查无实据，臣愿与徐氏父女统领叛国之罪。好，朕就给你们3日。谢陛下隆恩。别急，安王处心积虑布下此局，越是看似完美，越容易藏着致命的破绽。写字要讲究气韵，一气呵成，方得神秘。我爹写字一挥而就，绝不会有这样迟疑的痕迹。裴征，你看这里。这不是书写习惯，这是顶级伪造大师在模仿笔记时，为求精准而下意识的控笔痕迹。我知道该去查谁了。玄影，属下在。去查一个人莫翁，曾是安王府门客，精通笔记伪造，10年前被安王以恶疾暴病为由处决。他真正的藏身之所，应该在京郊西山的一处废弃猎户小屋，立刻带人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王爷，属下等赶到西山小屋时，已是人去楼空，但属下在灰烬中找到了这些。人走了，唯一的线索断了。不要急，或许还有转机。屋内陈设简单，并无打斗痕迹，火盆里尚有余温，属下在灰烬中找到了这些。另外，桌上有一盏茶，还是温的。莫翁离开的时间绝不超过我们赶到前的1个时辰，他走得非常匆忙，像是被人临时接走。安王提前得到消息，转移了莫翁，他以为这样就能高枕无忧，可惜他烧得太急，总会留下痕迹。人走了，字还在。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安王把莫翁藏起来了，我们找不到人，就没有人证。谁说人证只有莫翁？你是说安王转移莫翁，说明他心虚。心虚的人总会露出更多的破绽。我们要做的不是追着莫翁跑，而是让安王自己把破绽送上门。你要做什么？寿宴上他发难，我们被动接招。这一次我们要主动出击。怎么引？放出消息，莫翁已经被我们找到了，关押在大理寺天牢。安王做贼心虚，一定会派人来灭口。到时候我们守株待兔。可他万一不上当呢？他会，因为他输不起。安王筹谋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天。他以为自己胜券在握，所以每一步都走得急。人越急，就越容易犯错。况且，他不是一个人。你是说昭平郡主？昭平郡主恨你入骨，他不会错过任何害你的机会。只要他听到莫翁被我们抓住的消息，一定会怂恿安王出手。女人被嫉妒冲昏头脑时，比男人更不计后果。裴征，你连这都算到了？不算好，怎么敢让你以身犯险？好，就按你说的办。裴征，你说我们真的能赢吗？不是我们能不能赢，而是我们必须赢，不会让你有事。谁担心你了？我是担心我爹。是，岳父大人也在我们的棋盘上。
这就是那个伪造书信害徐尚书的莫翁，听说是个仿笔高手，连徐大人自己的笔记都能以假乱真。可不是嘛，摄政王亲自下令抓的人，还能有假？这下徐尚书有救了，老天有眼啊！我看未必，朝堂上的事儿哪有这么简单？王爷，大街小巷都已传遍，莫翁已经被押入大理寺天牢。百姓都在议论，说摄政王英明，徐尚书有望翻案。本王还以为裴征会用什么高明的手段，没想到不过是这点雕虫小技，瞒天过海。莫翁在哪里？本王能不知道吗？那囚车里装的根本不是莫翁本人。王爷英明，这辆囚车不过是演戏给百姓看的，想引本王上钩罢了。那，王爷，我们该怎么办？难道就看着他演戏？不必理会，裴征越是张狂，就越说明他手里没有真凭实据。不过，莫翁留着始终都是一个隐患，你去让他永远闭嘴吧。属下领命。裴征啊裴征，你以为这点小聪明能骗过本王？本王倒要看看，3日之后你拿什么来救你的岳父？莫翁已押入天牢。什么？莫翁竟然被抓了？那岂不是说裴征已经拿到了证据？我曾经去找过安王，也见过莫翁。若是莫翁招供牵连到我身上，该怎么办？安王会不会把我推出去当替罪羊？不行，我的仇还没有报，我还没有看到徐微月那个贱人身败名裂，我不能被牵连，我不能进天牢。安王靠不住，我必须要亲自做掉那莫翁。只要他死了，死无对证，谁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可是我该怎么做？只要莫翁死了，我就安全了。人就在最里面的那间，我只能带你到这儿，快去快回。莫翁必须死，只要他死了，就死无对证。郡主，你的同伙安王已经招供了，他把你当成弃子了，所有事情都推到了你的身上。现在是你选择保他，还是保你自己的时候了。陛下，3日已过，摄政王与徐微月并未能拿出任何证据，通敌叛国乃滔天大罪，为正国法，臣恳请陛下降旨，将罪臣徐万平明正典刑，以儆效尤。谁说本王没有证据？摄政王若有证据，不妨拿出来，让满朝文武都看看。陛下，此乃臣从京郊废屋火盆中寻得的残片，上面是模仿徐大人笔记的练字废纸，墨迹、纸张均与那封所谓的通敌密信同出一源。几张废纸能证明什么？或许是徐万平自己心虚，销毁证据时留下的。安王兄说的有理，那么不知安王爷对这份供词又作何解释？此乃大理寺狱卒与禁军的联名供状。3日前夜，昭平郡主无视禁足令，乔装改扮，深夜潜入天牢，意图毒杀仁政莫翁灭口，被当场擒获，人赃并获。一派胡言！昭平骄纵任性，许是自作主张，此事与本王何干？与安王兄何干？那就请安王兄看看这个人是谁。带人犯。是你，都是你安王，是你指使我，是你让我替你圆这个谎，是你答应我事成之后
就帮我对付徐未月。如今东窗事发，你却想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我不会替你背这个罪名。你疯了！你被裴征屈打成招，神志不清，说的话岂能作数？我疯了，我是疯了，疯就疯在信了你的鬼话。你说只要扳倒徐家，裴征就会多看我一眼，可你呢？从头到尾，你只把我当一把刀。陛下，臣女有罪，臣女不该听信安王挑拨，陷害徐家，但安王才是主谋，他早就不满陛下倚重裴征，想借徐万平的事削裴征的权，再一步步。住口！你这个疯妇！来人，把他拖下去！疯了！他疯了！陛下，你看，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一个女人的疯话，岂能作为构陷亲王的证据？求陛下明察。安王爷说的对，仅凭一人之言，确实难以定论。不可能！你不是已经……草民莫隐，叩见陛下。你就是莫翁。回陛下，正是草民。安王想要先杀人灭口，还好摄政王殿下的暗卫先行一步，将草民请去了一处安全之处，好生保护了起来。陛下，此乃当初安王殿下命草民伪造徐大人通敌书信时亲笔写下的指令，上面从内容、笔迹要求到私印样式都写得一清二楚，请陛下预览。好一个朕的好皇帝，构陷朝廷2品大员，伪造通敌文书，动摇我大周国本。你就为了你那一己私欲，竟敢做出如此欺君罔上之事，你对得起谁？完了，全完了！传朕旨意，安王德不配位，形同叛逆，即刻削去王爵，贬为庶人，打入宗人府，终生监禁。昭平郡主心肠歹毒，协同谋逆，着即废为庶人。流放岭南3000里，永世不得回京。传朕旨意，礼部尚书徐万平忠心可交，无辜蒙冤，官复原职，赏黄金1000两，锦缎100匹，以示安抚。好女婿啊！岳父大人受苦了。不苦，不苦，能活着出来，看到你们，什么苦都值了。微月这辈子能嫁给你，是我徐家祖坟冒了青烟，是你娘在天之灵保佑啊！女婿，这次大恩，岳父无以为报。思来想去，唯有将我这一生最宝贵的东西传授于你，方能表达我的一片赤诚之心。女婿啊，你为人就是太刚正，不懂变通。这可是爹我耗费半生心血总结的官场不倒秘籍，你拿回去好生研读，不出3月，定能让朝堂之上再无人敢与你作对。岳父大人的心意，小婿心领了。只是这门学问博大精深，小婿天资愚钝，恐怕会辱没您的心血。没事，你先看着，不懂的随时来问。以后在朝堂上，谁敢说你坏话，岳父第一个冲上去骂他。咱们翁婿同心，其利断金。我这几天总是做一个噩梦，梦见我爹带着枷锁被押赴刑场，我怎么喊他们都听不见。是我的疏忽，让你和岳父大人陷入了这般险境。我早就该料到安王不会善罢甘休。这不怪你，相反，我还要谢谢这场危机。以前我总觉得你高高在上，
是那个杀伐决绝、心思深沉的摄政王。可这几天，我看到了一个会害怕、会愤怒、会为了我而不顾一切的裴征。你不知道，当你在金殿之上说愿意与我们父女统领叛国之罪时，我心里在想什么？想什么？我在想，这个男人，我没看错。他日我若功成名就，必报此恩情。是你，竟然是你！15年前树下那个小男孩，是你？是我找了你15年。你为什么不早说？你装什么陌生人？你是不是早就认出我了？第一面就认出来了。那你还不说？怕你不记得，怕你觉得我是在挟恩图报，怕你不愿意。我想等你真正愿意的那一天，自己认出我。你这个傻子，你等了15年，难道就不怕我嫁给别人？周子谦和萧承义，他们没那个机会。所以你是故意的。画舫上赶走萧承义，军帐里训斥周子谦，裴征，你真是个老狐狸。可这只老狐狸等了15年，才等到你。福妹啊，福妹，你知道吗？原来你15年前救下的那个人就是裴征，他找来了，找到了月儿。那个小屁孩当年饿得面黄肌瘦，还信誓旦旦说要娶咱们闺女。我当是小孩子胡话，转头就忘了。谁能想到他真的成了摄政王？15年啊！一个男人能记着一个5岁时的承诺，记15年，还想方设法的接近、保护、娶她，这人不赖。福妹，你眼光比我好，你当年就看中了这小子，我却一直骂他狗贼，还让闺女去祸害他，结果闺女没祸成，自己倒被他祸害走了。不过，被这样的人祸害也挺好的。福妹，你放心，这小子我认了。以后谁敢欺负他，我徐万平第一个不答应。当然，他要是敢欺负微月，我也打不过他，但我可以哭到他烦为止。行了，明天我就去找那小子，跟他好好喝一杯。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以后好好过日子。岳父，先坐下吧。爹，您今天怎么了？神神秘秘的。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我都长这么大了，再大也是我闺女。岳父有话请直说。你这是做什么？这一功是谢你，谢你15年前许下的承诺，15年后还记得。谢你这些日子护着微月，护着徐家。谢你，没让我闺女受委屈。爹，您偷听我们说话。什么叫偷听？我是怕你们在花园里着凉，好心去看看。岳父言重，保护微月是我分内之事。15年前，若不是岳母救命，我和母亲早已不在人世。这份恩情，我此生难报。什么恩情不恩情的？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前的事儿翻篇了，往后你好好对微月，我就知足了。岳父放心，闺女，你娘给你挑的这门亲事比爹挑的好，你娘在天上应该也放心了。不过有件事我得说清楚，岳父请讲。以后在朝堂上不许再骂我了，至少给我留点面子，给我好歹是你岳父。好，以后只骂正敌，不骂岳父。这还差不多。还有，
你那暗令能不能多给我一块？我带在身上，出门多有面子。爹，您能不能正经点儿？我怎么不正经了？那暗令能调动暗卫，万一有人欺负我，我也能叫人来帮忙吗？岳父收好。走，今天爹请客，咱们去醉仙楼喝一杯。不行，家傲天成，太俗，俗不可耐。全京城的婚帖都这么写，如何能彰显我需裴征的卓而不酸？重写。大人，这已经是改过的第17版了，要不您给个方向？方向？本官要的是创意，是独一无二，是让全京城看了都要竖起大拇指的那种。大人，有了，改成乾坤定和，日月同辉。大人，这8个字通常是用于形容帝后大婚的规制，臣怕什么怕？我女婿乃摄政王，待天子嬴政，位同父君，与帝后合议，就这么定了。大人，这要是传出去，传出去怎么了？谁敢嚼舌根？让他来找本官。本官正愁没人练嘴皮子呢。对了，那日月同辉4个字要用金粉写，亮一点，闪瞎他们的眼。闺女，你来的正好。你看，这是爹给你夫君设计的婚服，保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叫文武双全，江山在握。你看这肩甲多威风，这宝剑代表武功，这玉如意代表文运，还有这江山图，寓意你们小两口以后的日子红红火火，江山稳固。爹，你有没有想过这件衣服有多重？重什么重？大丈夫顶天立地，穿件衣服还怕重？不是他怕重，是您这件衣服上绣的东西太多，他穿上怕是连路都走不了。哼，到时候拜堂，新娘子扶着一座山进来，您觉得好看？也是，要不减点儿，把江山图换成半壁江山。爹，您还是让秀娘按正常婚服来吧。爹这是用心良苦，你懂什么？爹，您先吃点心，冷静冷静。那婚服这事儿先放一放，菜名我还没定呢。王爷，尚书大人又派人送来了100个备选的婚宴菜名。哟，大人说之前的太俗气，没有内涵，体现不出两府联姻的深远意义。他还强调，每道菜都要有典故，不能随便起名。翁婿和鸣龙凤配，这道菜是什么？据尚书大人说，这道主菜是用老母鸡炖乳鸽，寓意翁婿和睦，父子情深。老母鸡炖乳鸽，大人说，老母鸡代表岳父，乳鸽代表王爷您。我爹真是太有才了。告诉尚书大人，婚宴菜单按礼部就例即可，不必麻烦他老人家费心。等等，把册子带回去，别让我再看见。夫人，你爹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我爹说了，他要把毕生所学都用在你的婚礼上。能不能让他把毕生所学用在别处？比如教太子读书。你让他去祸害太子，皇上会杀了你的。什么？裴征说不看了？为什么？是不是嫌不够气派？我再加100道菜。大人饶了老奴吧。不行，我闺女出嫁，这是大事，必须尽善尽美。要不，婚礼的事还是让我爹负责请柬酒水，婚服和菜单我们自己定。傅仪，小姐，少将军周子谦求见。要不要我去拒了？罢了，来都来了，看看他要说些什么。徐小姐，周将军不必多礼，请坐。听闻小姐大婚在即，这是周某的一点心意，贺小姐与摄政王喜结连理。将军这是要远行？宫中那日是我懦弱了，
我只想着息事宁人，却忘了有些东西比前程更重要。摄政王他比我强，也比我更有担当，你选他是对的。圣上已经恩准，我将调往北境，戍守边关。京城的风花雪月不适合我，或许沙场才是我的归宿。特来与小姐辞行。那我便以茶代酒，祝周将军此去前程似锦，五运昌隆。多谢。小姐，小王爷萧承义求见。徐姑娘，听闻你要嫁给皇叔了，恭喜。我没什么拿得出手的，这是我亲手画的喜上眉梢图，技艺拙劣，还望姑娘不要嫌弃。小王爷客气了。画舫那日，多谢皇叔将我抹下。我本就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偏要学人争风吃醋，实在可笑。如今想通了，这京中的是是非非，我不掺和了。往后，我便潜心于诗画，游历山川，也算不负此生。徐姑娘，在下就告辞了，祝徐姑娘与王爷百年好合。小姐，他们都变了，人总是要长大的，只是我们都选择了不同的路。小姐，您真是太美了，奴婢从未见过这么好看的新娘子。王爷见了，定要看呆了去。你们退下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我真的要成为摄政王妃了吗？好像是做梦一样。王府那么大，万一我哪句话说错了，丢的可是裴征的脸。他为了我顶住了朝堂上那么大的风浪。我不想，也不该成为他的拖累。这份沉淀的爱，这份尊贵无比的身份，我真的配得上吗？小姐，王爷派人送了食盒过来。福妹，我带月儿来看你了。明日咱们的闺女就要出嫁了。月儿，过来。这是你娘最喜欢的一只簪子。她说兰花淡雅，不争不抢，却自有风骨。今日爹把它交给你，明日出嫁，你就是大人了。往后要好好跟裴征过日子，他是个好孩子，值得你托付。你的小性子也该收敛些，莫要总让他操心。但若他敢欺负你，你也别怕，回家告诉爹。爹去他府上骂他。爹，傻丫头，大喜的日子哭什么？你娘走得早，你从小就没少吃苦，爹没本事，不能给你挣个公主郡主的封号，能为你做的就是找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护你一生无忧。如今爹做到了。相公，妾无能，不能陪你了，女儿就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够将她好好带大，为她找一个好夫婿，万不可委屈了她。夫人，你可以放心了，我把女儿嫁出去了，裴征他对女儿很好，女儿不会受委屈的。各位，你们说这叫什么事儿？几个月前，谁不知道摄政王和徐尚书是朝堂上的死对头？咱们都以为徐家要完蛋了呢。可不是嘛！当初那流言传的，说徐家小姐不知廉耻，用下作手段勾引摄政王，结果反被王爷当众羞辱，成了全京城的笑话。谁能想到这风水轮流转啊？什么勾引，什么羞辱，到头来全是摄政王殿下为爱痴狂设下的计策。没错，你没听说吗？宫里那位昭平郡主还有安王想陷害徐家，结果都被王爷和徐小姐联手给扳倒了。这哪里是什么咸鱼翻身的奸臣女，这分明是智勇双全的未来王妃。原来如此，我说这尚书府的千金怎么就突然和摄政王好上了？原来是英雄惜英雄啊！陛下，
吉时已到，王爷的迎亲队伍想必已经快到尚书府了。好，好啊！裴征有了家，有了软肋，也便有了根基。徐万平那个老滑头，从此也算彻底绑在了朕的龙船上。这桩婚事，比朕赏他10座金山都更能让朝堂安稳。王爷想娶我徐万平的女儿，可没那么容易。按我们老家的规矩，得过3关。请岳父大人出题。好，有胆色。第1关文士，请王爷以崔庄为题作诗一首，须得情真意切，文采斐然，让我等心服口服，方可过关。凤冠霞帔映烛红，绣阁佳人等良人。莫怨春光留不住，只因月帐太催人。算你过关。看第2关武士，王爷文采过人，不知武艺如何，请从我们这人墙中过去。好了好了，最后一关才是，这才非金银之才，而是口舌之才。王爷，你只需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3句最动听的话，说得我心花怒放。这最后一关就算你过了。第一，岳父大人，您此生最值得骄傲的，便是生了微月这样的好女儿。第二，请您放心，从今以后，您所珍重的一切，便是我裴征要用性命去守护的一切。第三，我裴征在此立誓，此生为徐微月一人，绝不负她。请岳父大人将她交给我。闺女，爹尽力了，这小子太厉害，爹拦不住了，你出来吧。闺女，爹尽力了。从啼笑皆非的初遇，到生死一线的考验，这条路终于走到了今天。吉时已到，新人拜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是裴征，是裴征为他，也为徐家挣来的体面。夫妻对拜，礼成。恭贺王爷王妃新婚大喜，百年好合。回家。王爷，恭喜恭喜！下官能喝到您和徐小姐的喜酒，真是3生有幸。这杯下官先干为敬，祝您和王妃永结同心，早生贵子。王爷，听闻您海量，下官不才，斗胆与王爷共饮3杯。王爷，您与徐大人如今翁婿情深，传为京中佳话，为这段佳话当服1大白。好女婿，他们都不行，看岳父的。小裴啊，别说岳父我欺负你，今天你要是能喝过我，以后朝堂上我徐万平就为你马首是瞻。女婿啊，我把我的心肝宝贝交给你了，你可得对她好啊！我告诉你个秘密，我女儿她就喜欢亮晶晶的东西，还有好吃的。饿了吗？
王爷，如今你我已是夫妻，有些陈年旧账，是不是也该算一算了？夫人，请讲。好，从头问起，你老实交代。除了玉佩的约定之外，你究竟是何时对我动的心？是不是第一次在街上我投怀送抱的时候，你早就看穿了我那拙劣的演技，觉得我蠢得可爱，别有一番风趣？夫人的演技确实惊为天人，本王当时就被你那同手同脚的摔法给镇住了。那就是在净月湖的画舫上，你赶走了萧承义，又在我晕船时悉心照料，是不是那时候被我虚弱无助的模样打动，心生怜惜？确实被打动，能在那种天旋地转的情况下，还心心念念着没吃完的糕点要打包。本王想能娶到夫人这般心智坚毅之人，实乃我大周之幸。你分明是故意逗我，那一定是在宫里，我为了维护母亲打了昭平郡主，你挺身而出，你看着我一身狼狈却毫不退缩的样子，是不是觉得我与众不同，所以彻底沦陷了？看到你为了维护母亲的尊严，无畏无惧地站在所有人面前时，本王就在想，这样的女子就该被人捧在手心，护她一世安稳，再不让她受半分委屈。你再不说，今晚就睡地上。除了玉佩的约定之外，其实我心里早就已经有你了。早就？我们之前见过吗？还记不记得去年上元节的灯会？那晚你穿着一身鹅黄色的衣裙，因为猜中了最后一个灯谜，抱着满怀的彩头，站在一盏鲤鱼灯下，一边数着战利品，一边皱着鼻子哭。我当时就在街对面的茶楼上，看着你像只囤食过冬的小松鼠，笨拙又可爱，心里便在想，京城里怎么会有这么鲜活有趣的姑娘？既然你那时就，那为何后来在朝堂上还要那般羞辱我爹？你明知他爱面子胜过一切。因为我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来接近你。尚书大人是什么性子，我比谁都清楚。他爱面子，更爱记仇。我若直接上门提亲，他必定以为我另有所图，百般试探。可若是我将他当众羞辱，让他颜面扫地，以他的为人，定会想出最解气的报复之措。而对于一个朝堂宿敌，他能想到的最恶毒也最直接的报复，便是让他最引以为傲的女儿来行美人计。所以从头到尾都是你的圈套，我爹才是那个被你当枪使的。夫人，现在知道晚了。裴征，你这个大骗子，老狐狸，你算计我，你还算计我爹！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得意？看着我们父女俩像两个傻子一样，在你不好的局里团团转。是，看着夫人为了祸害我而绞尽脑汁的模样，的确很有趣。我以后要时时刻刻提防你。夫人放心，为夫所有的计谋和算计，从今往后都只会用在一个地方。什么地方？为你扫平前路上所有的障碍，护你一生顺遂无忧。等等，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之前给我爹送的那些赔礼，千年人参、贡品、云锦什么的，能要回来一半吗？我觉得他用人参喂猪实在是太浪费了。闺女，爹来看你啦！爹，您怎么来了？还带这么多东西？来看看我女婿孝敬我的好东西，分你一半，省得你在这王府里受委屈。好女婿，我跟你说，我家微月啊，从小就脾气不好，你得多让着他。他要是跟你闹，你就给他买好吃的，买亮晶晶的首饰，保准管用。岳父大人说的是，女婿都记下了。爹，还有啊，他这人护短，你要是被人欺负了，尽管跟他说，他准第一个给你出头，比爹还有用。是，微月是我的靠山。你老实交代，是不是早就把我爹的性子摸得一清二楚了？今天看他那样子，简直把你当亲儿子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连岳父都算计，你可真是……那夫人后悔吗？后悔掉进我这个圈套里？
话本里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到我这儿怎么反过来了？因为对我而言，夫人便是我的江山社稷，是我此生唯一想攻下的城池。为了得到你，设一个天罗地网，又何妨？